中国退役将军在会议上首提琉球独立，日本人扬言要宣战，这种敲打恰到好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年来，日本政府一直把台湾有事儿就等于日本有事儿挂在嘴上。日本这个二战的战败国，以维护台海和平的名义干涉中国内政，试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似乎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过去，中国往往只是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进行抗议和谴责，效果并不理想。直到最近，中国开始与冲绳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沟通，支持冲绳人民的避战和追求和平的诉求，也就是支持冲绳人民反对日本将琉球群岛军事化，从而释放出主动出击的信号。关于冲绳的地位，现在国际上应该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并不是日本的领土。按照二战结束时签订的波茨坦公告，冲绳的地位是未定的，直到后来美军将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日本政府。秦刚外长日前访问德国小镇波茨坦，强调台湾回归的历史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日本将冲绳军事化的一种敲打。更刺激的事儿来了，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中国人解放军联合参谋部原副参谋长孙建国在近期访问日本参加学术交流会时提到了琉球独立一事，这一下子刺中了日本的肺管子。日本网民甚至发出要对华宣战的声音。孙建国的原话是：如果中方说冲绳本来是属于中华文化圈的琉球国，要让冲绳独立，日本会作何感想？结果日本人被刺激得够呛。有些网友认为敲打日本是不是太狠了？其实这个力度恰到好处。一方面，孙将军并不代表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军队的立场；另一方面，他的观点又符合国际法对于冲绳地位的认定。冲绳地位未定论，先由中国的非官方人士提出，显得非常有技巧。那么日本人真要跟中国辩论一下吗？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儿。过去几年，冲绳之所以会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因为当地人民反对美国驻军的骚扰，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时代变了，如今冲绳已经被日本政府当成了军事对抗中国的桥头堡，将琉球列岛军事化，就是武力干涉台海、威慑中国的重要一步，其后果是不可避免的，要将冲绳人民拖入一场灾难。对于美军来说，冲绳基地就是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前沿存在。一些人认为，中美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首先爆发。基于琉球列岛距离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比较近的特点，就算美军不武力介入台海事务，日本和美国只需要在这里部署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就有可能关闭中国海军和空军通往西太平洋的通道。在和平时期，美国在冲绳列岛上部署远程武器，又是对华综合威慑战略的一部分。此外，冲绳列岛是监视和情报收集活动的有用平台，这些活动是军事行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或许还不是中国推动琉球独立建国的时机，但是到了讨论琉球地位未定论的时候了。孙将军利用台海问题敲打日本时，提及琉球独立的问题，可以说方式非常巧妙。对中国而言，琉球独立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还是舆论战的一部分。我们要给琉球人民多讲一讲追求和平的重要性，反对日本政府将琉球群岛军事化，推动中国与琉球人民的文化交流，这些都是符合中国利益的选择。一旦美日武力干涉台海事务，再被解放军打残之后，那么琉球独立建国的时机就会到来。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